我也要猪肉末。好，谢谢。请问有毛豆吗？谢谢。OK， 谢谢。可以试吃吗？对。吃了就有回忆，是不是？常州特色。对。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咸的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是。哇，哇，好吃，真好吃。你看这个咸的真的很好吃，再给我一口啊！好来。哇，谢谢。哇，鸡蛋仔，章鱼小丸子，一个蜂蜜芥末，一个番茄酱。sorry 啊，我贪嘴了。啊，你吃上了？要不要来一颗？来这个地方超开心的。我要一个。哦。OK， 谢谢。凉面，我要小份。咱俩吃。好。哇，吃饱，这里是天堂啊！这一道菜用了比较西式的调味，一型米是用了咖啡跟 SO 酱去炒的，还有那个虾的话就是用了香草，还有就很重的蒜，然后加了白葡萄酒，做了一个比较西式的调味。这个米吃进嘴里很有嚼劲，这个虾也很脆嫩，它那个虾里面还是有很多酒味呈现，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浓烈。请评委品尝第二道菜。今天我选的这个食材是羊扒，叫西餐的做法。下面的话我还用了山药，这里面的话是有猪红姜啦，跟那个红酒。羊排中确实能尝到酒味。作为中餐老师傅，90分钟内做出这样一道西餐，还是功力深厚的。请评委品尝第3道菜。里面怎么还有盐？他把酒倒进去了，要干嘛？我用海盐加高度酒，在客人的面前给它烤出来。不仅能闻到沉香味，还能闻到咖啡的香味。哇，它的咖啡豆煮起来了，香了。有酒的味道。石人玉老师低调又实力，真可以，有想法，真的有想法。宇哥确实可以。这道菜叫做沉香蟹饮，用咖啡和橙子里面的果肉榨成的果汁，做成了一个沉香味的果咖。这个菜看似像做蟹亮橙，但是呢，这里面我是用的鸡蛋做的一个湖南风味的醋椒炒蛋。这个醋椒炒蛋吃进嘴里很酸爽。我万万没有想到橘子味儿，它完全没有遮盖蟹的香味儿，蟹肉处理的很嫩，也很鲜。创意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表现。4位评委用餐完毕，请4位主厨前往器材室等待。哎呀，怎么超时了呢？没事。你搞什么？搞什么？你到时间你就拍，你不要管他。没事啦。我其实可以提前10其实分钟出来。今天90分钟呢是稍微真的有点短。我已经尽全力，最后超5分钟。那我这本身，请4位评委现场讨论，选出2位晋级选手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始终是要扣题的，因为我们早咖夜酒嘛。这个唐志威他做的这个羊排啊，红酒的味道很浓，
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咖啡的味道，我是丝毫没有吃到。没有，我也没吃到。那个粤菜欧鸡，它的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也有，咖啡的味道就相对淡，没有吃到。食人鱼它那个橙子跟蟹的搭配，还有那个视觉上的那个酒，那个燃烧的那个感觉都不错。但是我觉得它这杯饮料，我觉得很难喝。食人鱼的一样。对，它的咖啡跟那柠檬完全是不搭的，这是给我的感觉。但是它的菜，对，是一等一的，就我是这样感觉，课题都不是很紧。那假设如果我们就是不针对主题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如果随便聊嘛，就是撇开主题，谁最好吃？比较下来，它的东西是最好吃的。张武食人鱼啊，对的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公认它是最好吃的。食人鱼是最好吃的，对。是。那第二觉得好吃的呢？其实我觉得那个虾做的还可以，下面那个面呢，就是咖啡的味道淡了一点点。如果是下面那个面咖啡的味道再浓一点，我觉得就很好。但是那个虾真的没有扣题。但是唐志威老师的菜是至少可以吃到酒味比较浓。虽然没有咖啡，但酒味比较浓。那粤菜也有酒，可是比较没那么浓，可能白葡萄酒的关系有可能。但是就这个好吃的话是，哎呀，好纠结。请3位参与本轮评选的厨师来到现场。那还用评吗？那就不用评了。那应该是唐师傅跟欧鸡。对啊，那就是这俩了。但是我就觉得江湖食人鱼、粤菜欧鸡呢。好的，3位厨师辛苦了。经过我们合议之后，我们认为可以复活的是江湖食人鱼。复活是吧？复活了，对。那时候非常开心，非常兴奋，自己进了。江湖食人鱼呢，做了一个限量层，味道做得很好，有鸡蛋，有蟹肉，所以呢，没有像完全蟹肉一样，一口下去以后满嘴都是纤维的感觉所以口感上是好的。特别赞赏的就是它在上面淋了一个醋香的汁让整个味道激发出来了，酒的香味也有。那么晋级的第2位是唐师傅的做菜我是见过的，我对唐师傅很有信心。粤菜欧鸡的菜很有想法，我很看好。我希望自己在挑战中不断进步。我的心态很放松，但我也渴望能继续走下去。粤菜欧鸡。唐老师，不好意思没事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把唐老师给搞掉了。唐志威老师的那一道菜，我觉得他的羊排首先第一点没处理好，就是一个是有筋就是咬不动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有可能在煎的时候，就是有的地方是比较焦的，还有就是它的汁，整个汁有可能是收的比较厉害，就把咖啡的味道给盖掉了，就觉得这个比较咸也是，所以说整个一个平衡也不够。粤菜欧鸡呢，它也做了一个面和虾的组合，口感、味道都很到位，咖啡的味道可以再明显一点，那么这个菜就会更好。这道菜能吃出不同的复合香味，很不错。谢谢老师。我做这道菜关键步骤之一就是用对油，我选用的是金龙鱼1:1:1，它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，里面有花生油、菜籽油、芝麻油等很多好油，用它来炸虾，能为原本味道单一的虾肉增加多种香气。原来层次丰富的香味是这么来的，用对油果然是点睛之笔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唐志威师傅和宝岛主厨，很遗憾，你们不得不暂别知乐游戏的舞台。这段征程虽然画上了句号，但你们展现的才华和毅力已经深深烙印在这个舞台，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铭记，为你们鼓掌，谢谢你们的付出，谢谢。
努力，努力啊！很不舍唐师傅的离开。比赛很残酷，也很遗憾。唐师傅挑战了自己，离开的很光彩。我也很高兴这次来到这个舞台，也认识了蛮优秀的中国厨师。我也恭祝你们还有我们的新厨，大家继续努力，继续走下去。感谢大家，也感谢各位老师。谢谢唐老师，谢谢唐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保重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回家了，回家。输赢不是个问题，看到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厨师，而且我也看到他们所做的菜，我也学到了蛮多，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对唐老师来说，他做纯中餐，对咖啡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吧。评委们可以品尝宝岛主夫的菜，但不会对现有结果产生任何影响。哎呀，我的哥！我做了这道菜，就是想要做给我的爱人吃的。那同时呢，因为我知道可能是我最后一道菜，做给所有的炙热游戏的观众们，大家看到我做的菜。那今天这道菜呢，我用牛肉低温慢煮熟，就慢慢入味腌进去，然后快火煎一下，锁住所有的外面的风味。大家可以吃到鳕鱼，又吃到牛肉，有山珍海味。马铃薯泥我是用咖啡加淡奶油去煮的，所以它有淡淡的咖啡味。对，然后上面再插一点帕玛森 cheese 在上面。这道西餐看得出他作为西餐厨师的水准还是很不错的。咖啡味、酒味都有品尝到。很精致的摆盘，用餐体验很独特。如果它不超时，我们最后的抉择会更纠结。那就很好吃啊！太完整了，表达的这个元素很多，而且红酒跟咖啡都很合理的，对，很合理的，非常合理。我觉得如果它没有超时的话，它一定是能够进的。他做的菜其实是融合度最好的，以及呈现是最好的。它的总体是很好，很丰富。如果它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是没机会的。这场游戏不是我的终点，是我的起点。我觉得蛮值得来这边，真的学习到蛮多东西，而且呢，也让自己往不同的方向去进步。累是累，真的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累的有价值。剩下留下来这几位队友，我觉得他们在烹饪方面肯定都没有问题，他们能继续走下去，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。还有，是不是还有一场啊？等会儿就比呀。在之前的每一场对决中，总有一些能力者带着不甘离开炙热舞台，而这一次他们将重回赛场。4位厨师仅有1个补位名额，究竟谁能够参加补位呢？请4位评委宣布名单。一路比赛到现在，我心中的遗珠选手是我要出击，他很执着，有拼劲。这个采用了北京烤鸭的手法，所以在咬下去的那一刻是皮脆，非常多的汁水，没有被 KO 到。谢谢。我本来做足了准备，但是我又失败了，就想再试一把，逼自己一把。我要出击，非常的厉害。哇，在广州做那个日法的，我要出击之前在玲珑工作嘛，然后现在又在广州的一星餐厅工作，然后我也很敬佩他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世界第一，做菜是世界第一吗？当然，他足够自信。另外，他的这个花生酱 sauce 让我流连忘返。我觉得这道菜太粗糙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加油。还是有一些不服和不甘的。正好有这一次机会，我想好好抓住这个机会。世界第一，之前是米其林3星厨师，他很厉害。我觉得可惜的是，妇女组合当中的父亲。老北京食神，空气春卷
洋河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味道，洋河的味道没了。这次听起来批不行，因为上一次的出品不太满意，这一次呢再一次的交流挑战。他呀，我觉得可惜的是师门大赛中的师弟奥林匹克金牌。我自己用了一些很小众的食材，跟烹饪方式导致了一些问题，不太吃鱼腥草。既然有复活，那就希望走到底。哎呀，是自强吃地嘛，强子在吃地。这次比赛别回头了啊！现在将揭晓本轮主题。茶叶，我各种茶。5位在主题为茶。中国自古有茶入膳的传统，宋代茶粥清雅传世，明清龙井虾仁、碧螺春金丝等经典，更是让茶香和食材本味交织出独有的东方韵味。接下来，你们将以茶为题，在90分钟内完成一道创意料理。比拼结束后，将由4位评委现场合议，选出排名第1的厨师，直接补位接下来的比赛。各位，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，没有退路，只有破釜沉舟。你们只要出品完成即可按铃，给4位评委进行品尝。限时90分钟，开始。这个茶比上面那个简单多了。因为我是一个中餐传统的师傅，我做茶我可能就是龙井虾仁茶叶蛋。茶好搞，茶还是挺好融入的，茶还挺好做的。这做西餐的也好做，甜点。对。其实茶做菜呢，比咖啡、比酒难度呢都要小一点，因为在中餐里面，茶配菜、茶入菜的这种方法呢，已经很悠久了。包括我们古时候的古代人就有茶煮粥，我们非常有名的龙井虾仁，就是直接用龙井茶的嫩芽和虾仁一起去炒的。包括我们的茶粉和我们这个面粉混合，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包点，很多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我喜欢用天然水做菜？水和水不都差不多吗？一看走地鸡和饲料鸡看起来差不多，走地鸡的鲜美来自自然中的味道，水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天然水拥有大自然的禀赋，用它煲汤能提升汤的鲜味，所以我推荐农夫山泉。这是大自然的好水，好水煲好汤，好水煮好饭。农夫山泉。高德扫街榜，扫真导航到店才算数。高德扫街榜，扫真信用评价才算数。找好吃好住好玩的，就查高德扫街榜，更真更全的榜单就查高德扫街榜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。李锦记蚝油系列，鲜熬型味更鲜，高端蚝油销量第1。厨王拼手艺，周转看实力。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。好水煲好汤，好水煮好饭。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。营养均衡就吃基隆鱼1:1:1，基隆鱼1:1: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。他们会做什么呢？茶叶在哪？在哪里啊？应该这个。西南红茶、祁门红茶，上面有碧螺春。哪里有碧螺春？这有碧螺春。当时决定3种茶，然后用3种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去做这个菜。红茶它其实可以抑制肉类的腥膻味吧，还可以去除肉类的油脂，给肉上色，这个茶就行了。做冷类的我会用绿茶，肉类的可能也是红的。需要点安吉白茶，我用了安吉白茶和茉莉花茶，因为之前我在安吉待过半年，所以我对白茶还是相对比较了解，苦味、涩味，就它的单宁度也没有这么高。这次我们这瓶如果是给我们泡杯茶的，那是不行的。我这个就忽悠我们了，就大忽悠。
我暗自里私心是希望老北京师生今天可以有机会，真的觉得他是可以。你第一轮没有吃到他那个河鳗，他其实上次做洋河没有做好，但是他做那个河鳗第一次吃，我一口我就直接给他，这么好吃。Hello， 老北京师生又见面了啊！你要做红茶？对，这个就是算是锡兰红茶是哪里的红茶？锡兰红就是福建那边的吧？福建那边的茶。你这个菜已经想好了吗？菜想好了，红茶这个焖牛尾。哇，大牛尾，这个算是，因为上次碰到是那个洋河嘛，洋河不好吃，这次给它搞好吃一点，拿出你那个河鳗的那个感觉，好不好 ？One pass， 一下就 pass 那次，应该问题不大，很有信心的。好的。Hello， 奥林匹克冠军，这是做什么茶？用了茉莉花茶跟安吉白茶，我会把茶的元素加在我的 sauce 里面，酱汁里面，就是会有茶，sauce 会有茶香。对。那主食是什么呢？主食是鸭胸。鸭胸，对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Hello， 世界第一。Hello。对你上次那个花生酱还是念念不忘，那个印象真的很深刻。谢谢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。这次我打算用茶叶和猪肉馅儿。猪肉馅儿。对，然后做一个苏格兰蛋。苏格兰蛋。 Scottish egg， 就是蛋外面包着肉，然后炸的。期待你的 comeback。Yes。Hello， 我要出击。Hello。那你今天做什么茶的味道？会用一个红茶的底，然后会配上一个茉莉花茶的一个香气。然后做一个偏酸口的一个莅临烧，东星斑莅临烧。期待，加油！谢谢。问了一圈，他们几乎都是用红茶跟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比较香啊，茉莉花茶香味更浓。哎，真的时间到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们先做饭糕点，不好意思。爱你哦。不好意思大家，谢谢。哎，早录1个小时可能就可以迟到了。我感觉老北京食神有可能能赢。冰糖河鳗，它就是这种比较功底还是比较深的。拿到茶的主题，我感觉1个小时能出餐。泡开的红茶加入柠檬茶和芹菜，可以中和茶的苦涩味，增加酸甜风味。然后把茶叶盛出，炸至酥脆，再炒香，留作配菜。接下来处理牛尾，把焯过水的牛尾煸炒出香味。然后加入绿豆，主要是为了让它去腥增香。是什么？绿豆去腥吗？绿豆啊，绿豆去腥味。我肤浅了，我不懂。这个牛尾平时的话，我们要用水冲它2个小时左右。那加绿豆飞水，它的效果很好的。加上海鲜汁的料，里面的这个香料不能放多，香料放多的话，就是把这个牛肉的鲜味就给它盖了。所以我选择的就是原汁原味出香味。牛尾呢有点脂肪性的，红茶呢它可以去油脂，茶香味不足不行，它也能去到一定的腥味。这么一比，它还是挺稳的。这个小的可以的，我觉得它这个菜有可能赢。鸭胸啊？没有，那个蛋。那茶叶怎么弄进去？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茶叶，要想凸显茶叶的话，我就先用茶水，还有泡好的茶叶和肉馅混合，做一个比较偏亚洲风味的肉丸。它破了，根本就没有粘性。我看它裹的时候，它肉馅出问题了，它包不起来了。水也下大了，它已经救不回来了。它现在需要是定型，因为它还要过3关嘛。这个肉馅它的水分太大了，很难能挂在鸡蛋上，需要放到冷冻里就很久才能定型。但是我时间不太够，然后当时就一下懵掉了。我主要是担心时间的问题，90分钟真的很快的。
我时间不太够，所以我用液氮急速冷冻，定型了才能过3关，然后过3关油炸。大丸子炸的那个颜色金黄色，特别漂亮。挺期待那个丸子的，那丸子现在这么大个儿。肉丸炸好后，再用火炙烤一下表皮，使表皮更加脆香。剩下的那种新鲜茶叶，我用油炸了之后撒盐，做了一个像茶酥一样，然后底下我用酸奶酪、蜂蜜还有茶酥拌在一起，其实有点像那种英国的早餐麦片，吃起来是酥酥的，然后会有酸奶酪的香味，然后周边搭配的是无花果和小番茄，这样会很好的凸显茶的味道。我挺期待就那个世界第一做的，应该蛋有可能。我做的是一个鸭胸，鸭胸是用安吉白茶的茶叶水泡过去腥，然后中间的土豆泥是用白茶的茶叶碎，然后跟土豆泥一起拌了晾在里面的。它鸭胸还有酿点东西在里边，挺好的呀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茶味肯定够这个。哎，这个设计的可以啊，又不是特别复杂。然后我把鸭胸煎至5分熟，然后一部分茶叶挂了个糊，炸了个茶酥。我的酱汁是用杏子跟茉莉花茶一起去煮的，做成的一个 sauce。杏跟茶很好。这杏和茉莉花茶，绝了。酸甜口的，跟鸭胸吃起来会更搭一点。哎呀，这是马上阿丽尼亚，是吧？阿丽尼亚，挺艺术。这鸭肉很好，挺好。我觉得它应该稳。拿到这个主题，心里还是有一个想法的。之前我做过一个中餐的龙井虾仁的一个变形，因为没有挑到合适的虾仁，临时换的鱼。不行了，我要这个鱼。东星斑肉质紧实脆嫩，也是和茶比较适配的一个食材。因为我这次来的比较匆忙，所以我没有带我的工具包，我没有找到拔鱼刺的镊子。没有鱼刺钳，哇，用手拔，麻烦大哦。这个手怎么拔呀？那你把它切掉也好一点子喽。徒手拔了2根刺，花了5分钟。当时我就知道这个方法行不通，所以我就只能舍弃最嫩的，其实最嫩的是鱼腩的部分，我只能直接切掉。然后我用鱼头吊一个鱼骨汤。正常的话，我们是熬一个比较浓郁的海鲜的一个底汤，但是今天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只能加入了火腿，补到这个底汤的香气里面。酸汤的话，我直接用了泡椒的水去做我的母水，然后再加入茶汤，类似于高汤的一个形式，然后补到了我的酱汁里面，所以让它形成了一个比较稀的一个类似于汤的一个概念。它这个风味太重了。对。那它茶味还能尝出来了？我也在想它腊肉的辣味儿，太复杂了，时间真的很紧的。图累德，注意时间哦。半个小时。一般做粒鳞烧的话，会选择用鳞片比较大的鱼，这样的话它的粒鳞烧的效果会格外的好，因为它鳞片够大。你很容易把它炸脆。东星斑呢，它是密鳞，就是它的鳞片非常非常小，所以你很难去控制它这个鳞的脆度。东星斑粒鳞烧啊！哇，为什么要这么逼自己？啊，这鱼怎么熟啊？不懂啊！不是，这完了。这鳞得熟吗？鳞不熟呀，一整条去鳞怎么可能熟啊？今天我也是油温升到很高之后，然后再去炸这个鱼鳞的话，就是让它达到一个很脆很脆的一个口感，能够让它鱼鳞是脆的，然后同时鱼肉又是很嫩的。我也想让大家知道，就是东星斑你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。东星斑可以了。
现场剩余14分钟，提示：如果时间到未能出餐，将直接失去晋级资格。它能不能弄完，感觉很悬。菜品的亮点就是牛尾的原汁原味，软烂糯，有茶叶的茶香。大哥要上菜了呀，这看是稳的呀。最应该体现的还是那个汁，新鲜的杏子加茉莉花茶，酸甜盖过苦。国外学到的一些技法，去融入一些中国的传统食材，可以让更广阔的人会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吧。现场剩余9分钟。因为我做的是一个酸口的一个汤嘛，然后茶底在下面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融合。我用绿茶做的是一个茶粉，撒在了我的鱼鳞上面，嗅觉层面上是有绿茶的香气的。然后茉莉花茶，因为它本身香气就比较浓郁，所以我萃了一个茉莉花茶的一个油，滴在那个汤的表面，这样你喝汤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茉莉花茶的一个香气。虽然过程中出现很多小意外，但幸好还是规定时间内完成了。这些复活的选手厨艺也都好了得啊，而且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店，谁赢谁输真的不好说。我也想开个店，就是还差点钱。有我们的老朋友杜小满呢，咱们靠的是厨艺，人家靠的可是真正的实力。合作银行资方100多家，额度最高能接20万呢。日常开店进货基本都能搞定，还不用到处东拼西凑，有实力才能真的给力。我回去就试试。所有选手出餐完毕，请评委品尝第1道菜。我今天做的是一道红焖牛尾，用的是绿豆去腥，加上这个茶香的本味，它融合起来的一道就是咸鲜味的牛尾。牛尾非常的软烂，也非常的入味，软度、当度也都恰恰好处。牛尾做的很好吃，反正不难吃。它这红烧怎么你只要把握住味，它不会难吃。这看是稳的呀，多稳啊！请评委品尝第2道菜。谢谢兄弟。这道菜我是用一个传统苏格兰炸蛋的方式，但是我用的是我们中式的茶混合那个伊比利亚黑猪，去代替了传统的英格兰茶蛋的肉馅。底下我是用酸奶酪加炸酥的红茶碎做的一个红茶酸奶酪的基底。能够感受到茶叶的清香。因为大丸子炸的那个颜色特别漂亮，糖心儿的蛋也不错，味道口感都是很不错的。其实这个吃也应该挺好吃的哈，就挺香的是吧？请评委品尝第3道菜。我做了一个酸汤的一个莅临烧，然后我把红茶萃取的茶汤加到了鱼汤的底里面。鱼的话，上面我撒了一个绿茶做的一个茶粉，然后同时我用茉莉花茶萃了一个茶油，然后滴在了旁边。鱼肉很嫩，汤很清爽，茶香味儿也很足。皮是一个脆脆的，汤呢，味道也很好。nice， 可以。如果你这个菜要有茶味，它肯定过了。请评委品尝第4道菜。我做的是一个鸭胸，鸭胸是用安吉白茶的茶叶水泡过去腥，中间的土豆泥是用白茶的茶叶碎，然后跟土豆泥一起拌了晾在里面的。那个鸭子有点生，筋没有切断，咬不下来，吞也吞不下去，我只能把它吐了。口感偏老，淡而无味。柴那个肉柴到嘴里很别扭那个味儿，茶香也没太出来。补味赛全部出餐已经结束。接下来，请4位主厨前往器具房等待。我一头汗，
对，疯狂做。好热啊！太热，我肾上腺素都上了。人少一点，他紧张好一点。经3位评委现场合议，从4位厨师当中选出1位表现最优者，成为补位者。牛尾应该稳了，感觉牛尾稳了，世界第一。看成品的话啊，你刚才那个鱼汤它加了酸，里面很难体现茶的味道的。酸菜鱼我来举个，我赌酸菜鱼。通过后面讲的东西呢，我可能觉得那个女孩用茶的味道用的更多吧，押题一点。你赌酸菜鱼，对，我赌牛尾，输了负责买单所有交易。行。首先鸭肉肯定是不行，鸭肉不行，鸭子做的也没有味道。第二个茶叶也没有弄好，这个菜鸭的胸的肉的部分几乎没有味道。第二个它的茶叶啊，里面虽然放了一点茶叶，因为味道太淡。再加上土豆泥什么裹了一起，丝毫没去吃茶的这种香味和口感。老北京食神呢，味道还是可以，蛮浓的，而且茶香也有。老北京食神牛尾，其实我们在北京啊，经常吃这道菜，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好。世界第一呢，虽然也好吃，但是它味道太多了，又是番茄，又是酸的，又是啥，茶叶的味道已经完全找不到茶叶的味道。它味道还可以，你要跟主题比。它主题不行，我倒是觉得还好。我是觉得它的茶叶在那个肉里面，我觉得这个也不违和，但是它就比较香。我是觉得我会选肉丸。我要出击，它这个我觉得它的酸呢也不酸，做不出任何一个有个性的东西。它的好处就是汤里面有茶，肉上面有茶粉。还有几滴茶油，我觉得他这个动了些脑筋。好，现在出现了1比1的情况，这位老师投那个，这位老师投这个，去看你的了，就看我了，一锤定音。老北京食神牛尾，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，糖心的蛋，茶味也有。姑娘那个菜呢，做的也不错，好纠结。接下来。我们将公布补位赛的唯一晋级名额。搞那么紧张吗？我努力做好我自己。那道菜做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稳了，肯定进的。太平呢，肯定是有信心啊。这一次的出品对我来说很满意。输赢对我来说不重要，能挑战自己就够了。经过商议，我们决定成功补位的厨师是。应该蛋有可能赢。酸菜鱼我来举个，我赌酸菜鱼。牛尾应该稳了。我会选肉丸。我要出击，动了些脑筋了。我要出击。恭喜！哦，我的宵夜来了，我们的宵夜成功了。恭喜，恭喜妹子！哇！我投姑娘。好。你投姑娘。好。好的。茶跟鱼完美的融合，它那个鱼肉做的也不错，然后茶香它分了好几层，汤里头有，最后又淋了点儿，然后那个肉皮上还有点缀，都跟茶有关系。恭喜我要出击，请前往晋级区。真的有点懵，真的有点懵，因为我没想过会是我，在限时的时间里面逼自己一把，挺爽的。谢谢三位。先公布新厨的。这种方式太残酷了。新厨这里被淘汰出局的队员，第一位，他是很残忍。王美兰。我和美兰这一场发挥的就很一般。有话要说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话说，让我走了。有在意料之内，因为甜品在这2场比赛里面发挥的作用不大，很受限制了，空间很窄。快啲啦，哎！冇吹啦。我觉得他也很痛苦，在这个里面可以施展跟发挥的空间太小了。要不做甜品了，我做打手。美兰还是厉害的。
这个有戏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，专业就是专业，他很精准的告诉你它的甜度。如果之后你们还邀请我，各方面没有这么受限的情况下的话，我希望我可以做一道完美的代表作出来，让大家看到。第二位，他是唐志威。投票结果，我觉得蛮高兴的，把机会留给年轻人。唐老师，希望大家都投给他。投我啊？投我？我投你，你投我，好唔好？我想休息下嘛，我投咗我聽。我都想休息啊。係咯。我投你，你投我，佢睇。係咪真㗎？係啊。真㗎？係啊。咁你冇呃我喎？我冇呃你嘅。3個啊嘛，我哋2個可以一齊走啊嘛。嗯。我这次过来的其实是真的很开心，看到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厨师，我也学到了蛮多。还是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。唐师傅希望把机会留给我们年轻人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舍不得他走。感觉这一刻有点太不真实，因为上一秒我们还在并肩作战。师傅你也尝一下，师傅你把关。他怎么压这个，我都不会弄这个。哎呀，看看啦，就可以的。啊，宝到位了，宝到位了，越炒越宝到位了。第3位，他是齐强。我觉得淘汰也是种好事嘛，因为在这个团队赛我也进步了很多嘛。直接搞了一盘。当然了，那是宫保鸡丁啊，那是宫保鸡丁啊。我放脆葱，他放这个，可以，对吧？可以。但只有那个刀很容易刮到手。我来做，好吧？好。别着急，来做。希望在接下来人的比赛里面，他们能拿出真正实力。我从来没想过会这样子，很不舒服啊！你说你大家都是很出力的一个团队，你非要把它打散掉。大家是战友，我们一起有了一个胜利的结果。看到他们走的背影，突然就憋不住了，一起打比赛的画面全都涌上来了。1、2、3，来给我转一下。焦糖不焦，怎么叫焦糖？有道理啊！哎呀，来，忍着点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快啲啦！都麻了。靚仔。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。我们在那个房间看的时候，也是非常的揪心，也替每一个选手感觉有些无奈。既然我们参与了这个游戏，我们就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。感谢大伙儿的这个配合，谢谢。素厨队面临淘汰出局的是。游戏有输有赢是非常残酷的。刚刚还在做队友，然后你又要残杀了，其实心里面很不舒服。他是粤菜欧记。第2个要淘汰的素厨，他就是宝岛主妇。那第3位，他是江湖食人鱼。在得知规则以后呢，3个老大哥就已经跟我们说了，去投他们3个人。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就是如果非要淘汰3个淘汰者，
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，3个80后。对啊，投那些年纪大的嘛。年纪大，对我一点年纪大。对呀，我也是年纪大。83、85、86全部投，把机会留给年轻人。看到我们的3个老大哥一个一个离开，心里特别难受，失落。他们为团队付出了很多，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队伍其他年轻人。从念第一个名字开始，那所有人的心态就一下就垮掉了。就真的像一个干了好多年的一个团队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大家庭，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无私，然后非常的爱护我们。我觉得，那你总要牺牲，我不是我就是别人。这3个老家伙该走了吧？就投了我们3个老家伙，是非常好的结果。对，我们3个，他们说老大哥去做 PK 赛或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。对。觉得我们这团队还不错，我确实把每一站当做最后一站去付出。去努力，所以我把我想表达的也表达出来了。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其实我想辅助那些年轻的厨师。哥啊，小白帮我拉油，谢谢。OK， 就是想做个辅助。要抄本的给我，我帮你抄。哎，哥，你那个西芹帮你洗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个鱼帮我用料酒和葱姜水过一下。OK。我们这3个是做个能把东西履职做好的一个角色就好，所以我们决定我们3个人走的嘛，是他们年轻的去再发挥。谢谢各位，继续加油！恭喜各位晋级，今天的表现让各位中外食客爱上中国味道，完美诠释了拿下世界的味这一主题。李锦记特地为每位竞技选手颁发弘扬中国味的徽章，希望能够激励更多厨师在传承中创新，让中国味道绽放光彩。谢谢。谢谢李锦记，特别荣幸能获得这枚徽章，今后我会让世界的味更爱上中国的味。谢谢李锦记的支持和认可，我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作为厨师的初心，向更多人传递中华饮食文化，把它传承下去。谢谢。买菜这个你应该很有经验了。我还行。哦，蔬菜是在那边吗？是的。你好，你帮我来点大蒜，来点姜，来点大葱。对呀，我要点黄瓜，五花肉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可以买个豆干吗？有了豆干之后，毛豆跟肉末，蚝油酱就用李锦记的蚝油，666，谢谢。现场的8位主厨，你们好，恭喜各位！经过2轮的团战，你们已经成功突围，全新的关卡即将开启，你们将面对怎样的未知？接下来有请本轮参赛的主厨。大咖！哦。谢谢各位辛苦了，我们的赛程已经过半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期待今天为各位请来了什么样的大厨？不是你们做吗？就是我们4位。
要给大伙儿做2个菜。辛苦了。昨天我听说结束以后，大家的心情比较沉重，然后看到自己的队友被淘汰，心里也比较难过。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，但是能看到你们这样脱颖而出，我们也是为大家感到非常的骄傲。其实比赛一直是很残酷的，所以说我们应该是继续往前走，不要往后看。你们勇敢直前。所以你们昨天也辛苦了，所以说给大家做一顿好吃的。今天让你们放松一下，我们来为你们服务，也请你们多给我们提意见啊。转换一下角色，今天由你们来评评我们的这个菜，讲都讲不好了，让你们评评我们的料理，好不好？对，点评的时候口下留情啊。再还回去。今天的主厨就是评审主厨团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4位评委将2分组进行厨艺友谊赛，潘玮柏、邱琼一组，岳云鹏、周小燕一组。比赛中有2位大众评委上场制作菜品，2位行业评委仅提供口头指导，不得亲自操作。比赛时长60分钟，烹饪结束后，现场的8位主厨担任评委，对菜品进行品尝与点评。现在2组主厨可以前往食材间进行讨论。好，一条龙服务，首先帮他按摩啊。哇！辛苦。我们先看一眼食材。对，看一下食材。我的食材目前是豆干、毛豆、肉末，就是猪肉末，小辣椒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面条，就这个对。有鸡肉，这个都比较费时间了。有鱼肉，有螃蟹，这挺好的，就是烧一条鱼嘛。桂鱼。当时我们走进那个食材间，周老师他说咱就做这个吧，那我当然说好啊，这个对我来说没有难度。咱们是清蒸、干烧，干烧桂鱼。对。好，我们先定了啊，我们是干烧桂鱼。他们做大餐的，你要不要我们做点别的？做别的，我不会做别的。比如说，做个什么饮料啊？饮料？要不要？饮料？你看，这个很特别。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佛手嘛。佛手。就是它因为是有点 bitter 的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切，然后出水，出个几次水，然后它的 bitter 就少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糖腌制一下，把糖水里煮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挤点柠檬，放点柠檬汁，然后最后一杯饮料。反正你指导我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啊。我们最后拿个薄荷柠檬柑橘茶。柑橘茶，好吧。拿那个佛爪，你是佛什么？佛手。佛手。柠檬也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柠檬。杨桃。肉末里面你要加点虾吗？虾？我刀工很烂。没关系，就小丁。好。拿了，我们这个越来越紧张了。虾是不是要剥掉啊？对啊。怎么剥？就剥。会剥，看一下会剥了。香菇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拿一个。辣椒圈要切几个，最后撒到上面去。五花肉也有了是吧？五花肉有，五花肉也有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先去准备了。我觉得 OK 了。好。炙热游戏百厨大战厨艺友谊赛，6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。洗个手。哇，有点紧张哎，这个声音一响有点紧张。这个你坐在台下跟站在台上那个紧张感是不一样的。切葱花，自己做菜的话，你做评委，你坐那儿，你吃就好了，那完全是2种感觉。这真的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！真的是。拿什么？拿倒计时现在。绿色。这个弄点水。 Yes, chef。然后铺在砧板下面。铺在砧板，为什么？这什么？就是防滑，很安全。防滑哦。你没有，摊平一点。摊平一点啊，这样吗？啊，对。这样。啊。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压上去。压上去，
这样防滑。好。我给你看多专业。哎，切的还挺快。刀工厨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你一出手切菜的动作就知道你技术水平有多高了。所以呢，刀工这一块呢，他是不用担心的。厉害了！此处有掌声。我们也很厉害的。来回应一下，回应一下。我不用看的，我不用看的，看我上半身。啥也没有底下。哇，这个刀工可以的啊，真的吗？很整齐哎。哎，你在家做菜是吧？我做过，但是在大家面前这样做是有一点第一次，算是对。鼓励一下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好了，我切完了。哇，这个刀工可以啊。肉末切一下。肉末还要切啊？假装嘛，假装切一下。那换个砧板啊？换个砧板。为什么？如果说你要切肉的，就是红砧板。哦，有这种东西啊？对啊。很专业的。你觉得我这样在国际比赛过得了吗？可以了，很棒的。样子很好。哎，和他们昨天弄油都是这样油，对。西餐的锅，中餐的勺子，明明就水弄成油一样。一上来就融合了 fusion。周老师给打和呢，你看，姜末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还给收拾台面。我觉得这个菜只要给他指导几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基本上都能够把握。我来看看有没有酱啊，所以我做助手这样的一些辅助工作。这要切吗？这个少切一点。我来。哦，切成粒，哎。把这个鱼拿出来，在上面划几刀，点好，再倒一点，好了，完美，放进去。今天这个鱼主要是周老师帮忙嘛，人家告诉我什么火候，怎么切，怎么弄，这跟看屏幕学还不一样，这个更快，这个接收的更快。对，直接翻过去，哇，好。第一个先加生姜，加辣椒，这个加一半，这个也是加一半，先放回肉，再放瘦肉。OK， 桂鱼拌面，我们在配料里面加了一个生黄瓜，这个呢其实我们很特别的一个亮点，因为我们淮扬菜里面烧菜经常加一个叫卤黄瓜，叫酱黄瓜，但今天没有酱黄瓜，但是有酸黄瓜，所以我们也大胆做了一个尝试。可以放水了，周老师，您看这瓶农夫山泉下去，怎么样？到位吗？哇，月月，懂行啊！红烧桂鱼成败就在这水，天然的水能让鱼肉更紧实，口感更嫩更润。谢谢周老师，有您这顿夸呀，感情咱俩也快成竞品了。是的，我这大厨的范儿立马就起来了。棒，香不香？闻着了呀。放酱油了啊，好。可以了，再倒一点糖进去，要卤着往头上浇一浇。哎，哇，完美，太好了。焖一会儿吗？焖一会儿最好。好，我来做我的炸酱了。啊，有没有听到我闻到的味道？好，那就来做虾吧。这个砧板以后要用蓝色的啊？
帮我 key 成蓝色的啊，哇，后置弄成蓝色。哇，这很难切，是切这样子吗？啊，可以哈。可以小一点没关系。下虾子，怎么没有啊叫？有火，你还不够旺。我不够旺哦，对我没开大火哈。对。哇哦。它就可以加一点点盐。哇，我第一次做炒虾哎，我没做过，可以放进去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再煮一下，让它这个虾跟这个一起入味。这个继续小火，已经汗流浃背了。哇！那像饮料要搞吗？这冰箱好凉快啊！他完全沉浸在他的自己里面。那边已经在煮面了。好，捞出来。这得加进去。对，辣椒少放一点点。头朝前，对对对对。锅直接走，哎，把面往这里一放，全部再浇上去。好了，完美完美。老师，我面还没煮，应该来得及吧？面还没煮啊，应该来得及。东西蛮多的，你饮料也没做了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怎么了？放弃是不是？我觉得你要来不及就做个简单的。这怎么切啊？尽量把白色少一点。我最主要哪里有白色？你切开来就是白色。哦。来。OK。然后你这样把这个白色去掉一点，拿起来，就这样拿起来，就这样拿起来，就这样把白色去掉一点。我怕切到手哦。不会。算了吧。好，算了。我做不到啊 ，chef。OK， 就拿这个。对了，好。哦。好的。够吗？够吗？够了，我们取这个味道。你把这个撩起来，然后呢水稍微冲一下，然后放点糖，然后把它煮在那里。等会儿我们就冲，直接挤点柠檬汁，一冲就是饮料了。抱歉，我刚刚一句都没听，你说什么？从哪里开始？就是你把这个撩起来，这个撩起来，全部。对，就那个汤不要。汤不要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用那个锅，我去再倒锅。然后呢，你把放水里稍微冲一下下。然后放点糖，再放点水，煮在那里。放点水。好，先用清水冲一下就好了。冲一下。汤。再来吧。可以。这么多吗？好。好。汤帅，有空的时候收一下。忘记了。哦，这个桌面卫生，哎，这个要扣分的哦。这已经算好了，刚刚更糟糕，刚才更糟糕。哎，你的餐厅是上海吗？对，上海。汤帅挤柠檬，还有一个店是在虹口。虹口比较远啊。你不要跟他聊天，我们现在很紧张的。他对，柠檬也没搞了。柠檬。对的，好的。没时间了，8分钟煮面。紧迫感来了。哇！加冷水。又来了！关了！关我！我终于懂你们昨天喘的感觉了。嘿，哎，只有5分钟了。筷子呢？筷子有吗？还没出面。先吃鱼，不用管我，你们先吃你们的。
哇，你看这，哇，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啊！哎呀天哪，怎么可以让老师出手呢？不行不行！好，可以了，放满。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管台面了？不用管，不用管这种时候。我们现在搞出菜。好。哦，还有佛手熬的饮料呢，整一套餐。好了。哇！哦，有大菜呀！干烧桂鱼，哇塞，哇，还配面，哇，这面太棒，开饭了。各位评论老师，我们今天做的是干烧桂鱼拌面，这是一道组合菜。来，别来了，来吧，走。你们先来。没事，您先吃。你们先，你先来，快夹呀！不要客气，冷了就要扣分了。我先收。搞点汁。拌面。哎呀，讲究，这吃一看就是有要求的人。这双黄瓜摆进去，这味道很好。鱼做的很鲜嫩，传统烹饪的经典口味。鱼的调味很香，肉也吃到好处，也不老，很嫩。先端这个给他们吃，走吧。哇，不好意思啊，自己分了，来不及。还有喝的，来喝一口。还有喝的。邱老师有胜负欲啊，这是。喝一口。干杯！辛苦。哇，很清爽的饮品，有佛手柑的香气。哇，才几秒钟，鱼已经被扫台了，这么好吃哦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抓好，感受到时间有多么重要。是的，我以后不会再跟节目组说这200分干嘛。来吃面，这个面很有劲道。这个叫做炙热炸酱面，这是我们家我妈妈以前煮给我吃，从小到大煮给我吃。那我觉得我真的是献丑了，真的献丑。我做菜不是，基本上是零功力，这是我唯一会做的。好吃，真的吗？好吃，很嗲这个面的味道。嗲是什么意思？就好。你们都拿完了是吧？跟我一样吃大盆。来。炸酱面还是不错的，很家常温暖的感觉。这个面条也好吃，可以吗？哦，不是我的，我在说我的，这面特别好吃，我在说我的，让他吃这个。哇，厉害！周老师辅导的好。哎，没有，我没动手。接下去这个就是你拿手菜了。我没动手。太捧场了，好捧场。必须啊，不错。吃完一看，相当得人。哎呀，也睡。出门用淘宝闪购，走，去吃大餐。大餐，随时吃大餐用淘宝闪购，天天抢免单。出门用淘宝闪购，点外卖更优惠。出门用淘宝闪购，这怎么出片？应急用淘宝闪购，天天领券狂省1200元。出门用淘宝闪购，点应急好物更优惠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。李锦记蚝油系列，鲜熬型味更鲜，高端蚝油销量第一。厨王拼手艺，周转看实力。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。好水煲好汤，好水煮好饭。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。营养均衡就吃基隆鱼1:1:1，基隆鱼1:1: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一。本节目由百厨认证弹出好功夫的陈克明华夏软坛面赞助播出。
本节目由我家海鲜慢长城闭着眼睛放心吃的1.8米赞助播出。江南美食先在常州，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。8位大厨已经品尝完毕，接下来进行投票环节。淘汰我们2个其中一个。首先有请坐在1号位置的陶晓东。好好说啊！我这个压力大了。这个，我刚才品尝了2道菜以后啊，我感觉口味上面更丰富一点的，可能是做的这条鱼。我刚才去看到了用的酸黄瓜，烧干烧鱼很少会用酸黄瓜，它里面又多了一个味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鲜。好，虽然你选的是鱼，但是我想问你一句，你是真的在点评师傅的作品是吗？我哪敢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这酸黄瓜用的非常的妙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面特别油润，拌这个特别筋道的面呢，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，所以我这票还是投给潘老师。啊！我自己都吓到，怎么可能？第1号选手，我们的岳老师，出餐的时间、中间的操作环节，加上口味，那这道菜的分值应该是相当高。那另外，他的出餐非常混乱，但是他把这杯饮料端来的时候，就是一杯好的饮料。你赶紧给！哎，他比我们还会铺梗啊！赶紧给分！比我们还会铺梗，听得我们心都痒了。其实更胜一筹的是岳老师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因为我们4位应该检讨一下，比我们会讲哦。好。投给我们岳老师，因为我俩是老乡。我更喜欢那道鱼，所以我选岳老师。我也觉得那个鱼好吃。谢谢。鱼很好吃，但是我喜欢那个盘子，我觉得那个面的盘子就很可爱。还有这种事，所以我选择潘老师。谢谢你的安慰奖。潘老师这个面给了我一种很家庭的感觉，很温馨的感觉，好像回到家吃妈妈做的饭的感觉。再加上这杯饮料，我觉得整个体验很完美，很平衡。所以我也投给潘老师。谢谢，同情票，同情票。吃的开心最重要。对。其实我坐在那屋的时候吐槽过好几次，我说200分钟出一道菜，我说不至于吧，这么长时间，3个多小时。我觉得节目组就没必要给那么长时间，200分钟吧，3个半小时，太长了。我很讨厌超时不守时的这个行为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厨师，你让客人等太久，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。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，我经常抬头看时间，我觉得时间还是挺局促的，挺紧凑的。我为我的说话方式感到抱歉，因为确实我吐槽过这个时间的问题。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整个做菜做下来有一个好师傅是最重要的。舞台上我有好师傅，台底下我也有好师傅。我觉得首先感谢有邱老师在，所以我还稍微好一点，不然的话可能更惨。没有，他很棒的。没有啊，老师对，然后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很多人更了解在厨房里的辛苦，跟每个步骤的细节都经过很多的磨练，到今天变成你们现在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会更珍惜以后在出去餐厅的时候，每一道菜做出来，我都会非常感谢、非常感激。对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感谢每一位认真的厨师们，谢谢。在炙热游戏的舞台上，既有竞技比拼的残酷，也有切磋交流的友谊。拿出你们最大的努力，才是对你们彼此最大的敬意。在开启下一个阶段之前，我们即将开启的是抢味赛。师傅，请指教一下我这碗银丝面怎么样？我先来品尝一下。银丝面的灵魂藏在面
汤、绍、乐四字真诀里，当年乾隆南巡的时候就被这银丝露水、玉叶含香的特殊风味所征服。两位老师好，这是什么？我刚刚做了一碗常州的非遗小吃银丝面。银丝面，对，我听说过，但是我真的没吃过，我尝一尝。很香，很香。像大麻糕、夹蟹小笼包都是传承100年的非遗味道。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常州品尝地道的江南味儿。下一轮即将开启复活抢味赛，请决定是否参加。现在2位选手选择退赛，复活抢味赛即将开启。今天的比赛一共有4位厨师参加，争夺2个晋级的名额。我觉得这机会不又来了吗？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，尽力的去发挥到自己的所理解的、想呈现的这个标准出来。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要比较公平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大家没事，继续干，加油！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也做了那么多了，是吧？继续全力以赴吧。接下来将公布本轮主题。白酒，什么玩意儿？酒，全是酒。还有红酒、黄酒，世界各地的酒都有。哦，还有咖啡。本轮抢味赛的主题是早咖夜酒。从宋代的酒入菜到元代的醉蟹，中国饮食以酒调味，酝酿出穿越时间的醇厚滋味。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果到分子料理的咖啡泡沫，人类用咖啡不断打磨风味的边界，将咖啡和酒融入菜品，这就是本次的考验。限时90分钟。评委将从菜品的创意、风味、技术等多个维度综合进行评定，选出表现最出色的2人，进入下一轮。抢味赛倒计时开始。咖啡跟那个酒，这个配合没有做过，怎么办？难题突然间空降，脑袋空白，自然就懵了。其实，在中式烹调里面用的酒很多，我们蒸螃蟹要用黄酒，烧鱼的时候放白酒去腥。这酒做菜其实挺多的，酒做菜一般都是醉蟹、醉虾。对，黄酒几乎日菜都少不了嘛，白酒现在也有。还是红酒，我选用白葡萄酒配海鲜，是很简单、蛮熟悉的一个烹调。红酒和肉类很适配。放白酒去腥，然后弄咖啡，我们其实这是蛮有挑战的。这咖啡对炒中餐的厨师是个问题，它要炒在一个菜里面。做菜不好做，不好做，真不好做菜，因为热菜太难做了。那咖啡怎么做热菜啊？咖啡入中餐里面很难。要咖啡。对啊，就是咖啡豆吧。都是咖啡豆啊，要自己还要磨哎。这方面的话，大家都是空白的，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拦住我了，没有什么太多想法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不知道要走什么方向的。他有点懵啊，感觉。你看选食材选这么长时间，大家都是懵的。对，没想好要用什么。其实咖啡也有，在国外有很多，就是他们做牛排、做猪肉。它的那个汁里面放一点点咖啡，它其实会提香的。可是它不会苦苦的吗？哎，有时候就是需要那种苦啊。我之前做过咖啡牛汁儿，然后配着炖的咖啡牛肉，那个好吃的。如果是我就做苏芙蕾，然后用酒做个酱，完事了。甜品最合适了。你要做西餐来说，这个没问题。你要知道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中餐厨师。
这次比赛我要用西餐，因为前几集我其实都一直在做中餐，我其实本质是西餐的，不是中餐的。酒和咖啡很好融入的、那提拉米苏是不是咖啡和酒融入在一起？菜品的话也有的，东南亚菜会把咖啡放进去。这次就打算以新鲜肉类和蔬菜来做搭配，做一道正经的西餐。他终于做西式的了。这次对决，我还是挺有自信的。今天这个菜品我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想我要做给我的爱人吃的什么菜，因为他喜欢吃肉类的可能会比较多，我选了那个和牛，然后放到真空袋里面，还有迷迭香啊、蒜片啊等等的，再把红酒灌进去，增加牛排的风味。牛肉不需要任何酱汁，吃它就有酒味，就有迷迭香味道。低温慢煮，慢煮中把所有的味道融入在牛肉里面。再把鳕鱼腌制一下备用。拿着鳕鱼，对啊，今天来做个西餐。哦，做个西餐，这个是啥？也是牛肉。对，牛肉、鳕鱼、海陆，河粉色，海陆的。哦，那你咖啡？然后咖啡，我要做个咖啡薯泥。哦，煮肉泥。哦，这个很特别。咖啡和奶是搭配的，土豆泥会加奶嘛，然后就有点像那种你知道鸳鸯那种感觉。这个创意好。他说把咖啡打到这个土豆泥里面，一起做成一个咖啡豆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太妙了，这个是完完全全把咖啡的味道融进去了。哇，这很熟练啊！有功底啊！我都不会这个。土豆泥的绵密与咖啡的苦香结合在一起，伴随着芝士牛奶的甜腻清香，像雪地里升起的咖啡炊烟，清新悠远。对于这道菜品，我还是蛮有信心的。唐老师做什么东西啊？我准备做一个羊扒。哦，羊扒。对，咖啡跟红酒，羊排这个没有做过。这一次的话，我想挑战自己。今天我做的有点像西式的。我要挑战自己，看看。对啊，其实有时候就是那种新菜啊，好的想法，其实就在那一瞬间出来的。加油加油，唐师傅！好。今天我选择的食材是羊拔。羊排先压干净表面水分，用红酒腌制25分钟，再用小火慢慢的煎。红酒收汁嘛。这个太西式了。唐老师是不是要炸什么东西啊？炸土豆粉。把南瓜花在起根部，沾上淀粉油炸，做一个配菜。哦呦，南瓜花都用了，这个绝对就是融合菜的典范。但咖啡怎么用啊？我平时也没有用过咖啡机磨过咖啡，那咖啡机我不认识，也不会用。提示：咖啡机在食材间。这啥？这泡咖啡的。哪这个泡杯？哎，还有一个吗？是玻璃的呗。咖啡粉还要自己磨，就是说就试试吧。磨来嘛。我觉得唐老师可能会有点吃亏，他对咖啡可能没有那么了解。说他咖啡的那个机器他还要摸索一下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。太。唐师傅把压壶直接就倒出来，用篦子在那儿避开了，好帅！然后用猪胡椒和酱油，加上咖啡调了一个酱汁。老师，你的咖啡能不能分我一点？
OK，thank you，師傅。我少少攞翻少少味啊！如果我是各種借各種的，打完團隊賽的時候再 PK， 我就覺得他們還是隊友，大家可以互相幫忙。好，謝謝。雞蛋是吧？有人給我知道嗎？開紅酒的那個。我攞俾你。我說沒必要搞到很廝殺的那種氣氛，我比第一次的那種放鬆感還放鬆。比賽、遊戲，你如果把自己搞得很沉、很壓力很重的時候，自己會不爽先。啊，真的是用咖啡來做菜，今天就真的給你體現，給你玩到了。早咖晚酒，你有什麼靈感？其實會做一個手法，還是比較粵菜中餐的，但是調料各方面呢，就會用了一些西餐的或者香料啊之類的。其實你們今天是白老鼠來到的。誒，我也跟評委老師們說，我說你們今天當一下我的白老鼠吧，我也是在試當中的。然後現在開背以後，我是用燜油鍋再炸，搶一下它的脆皮。然後讓蝦的裡面還是保持着一定的水嫩度在裡面。然後一型米的話，它是把它煮3分鐘，然後晾乾，然後再用 SO 醬，用我們中式的一個炒飯的技法烹調。做個意麵呀，orzo，這意大利麵還能這麼炒呢？哦，他們有那個炒粵菜有那個炒米型麵，炒啊，現在我們的主角也來了，咖啡。最後面呢，加入了咖啡，去吸取它一點的咖啡的香氣。哇，咖啡啊！真炒進去啊！咖啡炒進去啊！哎，但是咖啡和锅接出来那個美拉德的糊味兒，我覺得應該挺香。切入大量蒜蓉，用油炸香。哇，這麼多！避風港炒蝦，沒毛病啊。用白葡萄酒在鍋裏點火烘出香氣。它這個菜肯定是不難吃的，肯定是好吃的。宇哥要燒啥？看不出來，拿了很多橙子，還有蛋呢。我覺得是中式的甜的，要麼。應該不是甜品吧？我剛拿這麼多蔥，然後還有醬呢，薑。哎，蟹，醉蟹啊！90分鐘蟹也來不及啊，醉蟹。哦，蒸東西了，蒸螃蟹。蟹跟咖啡不配呀。做啥呀？哎，你今天做什麼？我今天做一個食人魚的蟹晾橙。啊，澄江蟹。這是個什麼菜啊？淮揚菜嗎？這一道菜你要談它的歷史，上百年的歷史。它發源於杭州，杭州這個地方產橙子，因為江浙地區的螃蟹成熟的時候正好是8月，橙子也熟了。我們中國人一個最大的傳統是把應時應季的食材去做一些料理，橙子的鮮甜跟螃蟹的鮮甜，加上它特有的黃酒合在一起的時候，果肉的香融在了一起。宇哥还在雕，这个就是他的风格。对对，默默承受下面伟大的父亲是，伟大的哥哥是父亲。他不会要拆蟹吧，宇哥？哎，他真要拆螃蟹。宇哥怎么所有的活儿都是这样子呀？要么拆鱼，要么拆螃蟹。好细呀，特别细的活儿。食人鱼他做现场拆蟹，那我觉得这个首先在赛场上是一个挺冒险的做法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不会用这么短的时间内选择需要拆蟹的菜品。可以看出来，就食人鱼师傅的功底还是挺扎实，很厉害。这个蟹有点小，我不知道它这够不够啊？它的肉。他拿2只，那也太少了。我没看懂他这个做蟹晾橙要鸡蛋干嘛？他
炒了一个假蟹黄呀？就是假蟹跟鲜蟹配在一起。肯定的啊，否则他来不及搞啊。可以啊，这小心思挺细腻的啊。醋椒炒蛋是湖南家常菜，本身又和赛螃蟹有点接近，所以就借鉴了蟹酿橙的呈现形式，结合现场情况做了一个创新，有了这道橙香蟹饮。陈酿蟹咖啡放哪？蟹配咖啡没法吃的呀。那人家自己想办法了吗？我把橙肉变成了橙子的汁，然后冲了咖啡，一半的咖啡，一半的橙汁，给它一个果咖。如果它是饮品就没有结合。对呀、因为只有一道菜。对、除非你这道菜是个饮品。对。它就该跟咱那皮蛋似的炒进去。对啊，对，才能对。咖啡豆用在装饰上了。对呀、咖啡等于是做装饰的。啊，对啊。现场剩余26分钟，请注意时间。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始摆盘了呀。欧记可以摆了。他用2种酸，一种炸过的，一种生香拌了一下，香味这块儿应该没问题的。佛手吗？那是佛手柑跟咖啡汁很配的，挺细腻的啊。我很轻松，一边在做一边在享受。哦，羊肉好了啊。但这个肯定能表达主题嘛，咖啡的香气啊，酒的香气啊都有。咖啡、红酒、羊排汁，漂亮。前庭信步，老师傅就是老师傅。最后摆盘的时候拿了一个鸡龙菇啊，去搭配一下，吃起来的话可以解腻一点。因为西餐嘛，我接触的比较少，希望这个菜可以挑战自己，创新一点。于哥得快点了，手抖的，你看，手一直在抖啊。不要抖。抖呀，人家不抖吗？抖的要死，手都扶着了我。为什么会抖啊？你说，都做好了，哎。于哥怎么不按0？我来得及，其实我在等宝岛主夫的，因为我担心我快了，就剩他一个人了，他会更紧张。我担心他的还是时间，鱼还是生的，牛肉也是生的，时间有问题哈。麻烦了。宝岛主夫呢，他用的这个酱汁也很多，他这边这个复杂了，啊，用的食材也很多。还有菜要处理。还有啊，可以啦，大哥。当时就有担心他会时间的把控。够不够时间啊？可以，时间好了。来得及吗？因为我们3个选手是做中餐，一些烹调处理事情会比较简单，但是它是一个西餐的一些东西，备料啊是浪费了太久的时间。现场剩余5分钟，剩余2位主厨，请抓紧时间出餐。这个估计也来不及了。会超时。对吧？那33分钟。怎么会卡住呢？哎呀，好了。还有最后55秒。哇，连摆盘都没摆。宝岛主夫，如果时间到，你必须停止所有操作。